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你的观点与意见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政大国发所助理教授王安雅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台科大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黄忠仁老师。何荣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都知道，今年4月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那么中美两强的元首，也就是习川会渴望举行，渴望登场。而在前2天呢，大家也都知道，中美俄3方的元首呢各自通了电话，就是由中方主动，他们先安排了中俄2国的元首，也就是习近平和普丁的视讯通话，再安排了中美，也就是习近平和川普的电话热线。那外界一般的看法，现在多半认为这些电话当中谈的其中有一个重点是伊朗，还有也就是台湾议题。那川普在事后，也就是4号这一天呢，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表示，他跟习近平完成了一场非常出色的电话会谈。他说呢，这通电话历时比上次还要长，内容也更深入，双方讨论了多项重要的议题，整体的气氛他觉得很正面。至于具体议题谈了什么，他的发文中是说，像预计在4月要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还有台湾议题、俄乌战争以及伊朗当前的局势。另外就是中方向美方采购石油、天然气、大豆等相关议题呢，都有交换意见，所以难怪这个电话打得比较久。好，那其中台湾议题谈了什么呢？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向川普也表达，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议题。看来台湾呢，也是这场电话会谈当中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川习2人谈到了台湾的军售，现在台湾方面呢，国防部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针对部分项目提供了发价书草案，我方必须在3月31号支付首期的款项。那在野的国民党副主席萧巨岑最近就点名 AIT， 他说 AIT 请不要干涉台湾内政。并且说 AIT 的台湾处长就是古立言，在美国整个国务院的体系呢，他的位阶只比科长大一点，但台湾呢却被比司长小的官员，也就是古立言呢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我们怎么看2026？因为对美国来说，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年底11月的期中大选。好，那2026的中美大交易怎么看呢？川普那需要中国大陆方面如何给力？特别这次习近平在跟川普的电话当中，大使我们听到了习近平他点名的一项就是对台军售，虽然没有明讲，不过呢提醒了美方要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跟处理这个问题。那在通完话之后呢，也掀起了这个巨大的讨论您怎么看这一次由中方主动，特别先打给了俄方，再打给美方这样的元首通话？我想基本上因为大陆的这个国家主席打电话是比较慎重的他都会有全盘考量，所以我认为先打给俄罗斯，再打给美国，这是一种在战略上的一个平衡的措施，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可依靠的盟友的话，在必要时或者现在，最重要的盟友应该还是俄罗斯，那中国大陆也让俄罗斯提供了中国大陆更多的能源设备，因为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分散能源供应来源国其实是稍微有一点抵触了，就可以看出来大陆对俄罗斯在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很看重俄罗斯的，所以俄美关系是一直都不好，那当然说中国大陆现在俄美关系这2头，它必须要注重一种从外交上来讲就是一种平衡，而且这个先后秩序那个意义也非常的重大。那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跟你关切的对象，对方关切的对象有接触，都是事后才做这个 debriefing 的，就是说才做一个跟他报告一下跟你说明一下谈了一些什么。这个在事先就打，可见这个战略的这个位阶来讲应该是俄罗斯在美国之上。那么这也是给美国一个讯号，就变成就是说，中美关系是很重要，可是呢，中俄关系还是更重要的感觉。对，那当然这个有关台湾这个军售里面军售问题，大陆的用语用的是很强。新华社的报道里面，他用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
那其实这个务必慎重处理啊，这个在我们中文里面来讲已经是相当重了，所以川普的过去他跟习近平主席或中美双方的高层谈话很少提到说有谈到台湾问题，那这次川普自己在他的那个脸书里面，他就Truth Social 里面，他特别提到台湾问题，当然他是照例都没有谈内容，那不过他在他的自己的讯息放出来谈台湾问题啊，我觉得就已经是值得我们就关注了啊。那而且事实上的话，这个川普在他自己的那个文章里面，他开始就讲了，我也觉得他用了一个比较过去不太常用的一个字，他用了一个，然后这次的电话是 long and thorough 意思就彻底，就是说很全面而彻底，所以这个他没有讲打了多长一个电话，不过他讲是一个蛮彻底的，很彻底的一次电话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啊。不过大使，您觉得，这次习近平在电话当中向川普表达了，尤其是针对军售这个议题啊，那先前有讨论，也有一些分析师认为说，美方一直游走在过去中美3个公报啊，特别是巴西公报的防御性武器这个部分，然后呢，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所以这次是不是再次的去提醒了美方说？你接下来我就要看你怎么做，因为我们4月不是要见面嘛？我觉得这个次的谈话应该说是，就是说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啊，去年年底在釜山见面会谈之后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就是说哈，对过去2个月双方在釜山谈的之后的这些计划，这些哈共同这个哈。后续的执行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盘点，这个盘点，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变成就是说，在一起展望到未来4月，双方会在北京会面的这一个议程。那这个电话就表示，这个过去2个月，这一些双方的工作成绩的会面是有进展，对，所以双方对这次会谈基本上都没有太多的怨言。那这个进展的话。应该是各方面都有进展。对，那接下来习近平也等于说半公开的承认了，也表示你4月可以来了，要不然不见得能来哈。所以到4月的话，那现在就是2月到4月这个 agenda 这个议程的话，我觉得又经过 renew、update， 然后呢，看看到4月之前执行到什么程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双方的关系是有进展的。对，那川普最高兴的还是那2000万吨的大豆。对，这是他特别大提又提。因为大陆现在对美国、对川普这个政权的一个态度，基本上就是说斗而不破。那基本上还是强调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是。那可以合作的地方，可以帮忙的地方还是帮忙，可是该守该斗的部分还是守得很紧。您刚刚提到就是特别买大豆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就是这次当然顺序上面就是先由习近平跟普丁通视讯电话，然后呢再来就是习近平跟川普用热线电话。德国之声也报道说呢，习近平强调说今年的国际形势非常的严峻，而且呢愈发动荡。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还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说中俄2国都有义务推动国际社会坚守和平、公平、正义，然后呢，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还有国际法基本准则。另外，刚刚讲到了说，在这通电话当中呢，那川普也说，中方正在考虑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包括这一季要把大豆的采购量提高到2000万公吨，下一季呢也承诺要采购2500万公吨这次电话当中谈的都是大豆采购，那是想为其中选几加点分数吗？因为都没有提到科技啦、辉达啦、高科技相关的。潘老师。那个延续刚大使说的就美中今年是一个 truth 的一年那川普要全力拼这个期中选举，但他会输掉这个众议院。那习近平当然也要清理战场，准备第4任就位那现在那个中国大陆已经不像以前这么需要 NVIDIA 的芯片因为 NVIDIA 的芯片迭代太快、太耗能、太贵了、太浪费了。那反正美国也不会卖中国大陆 state of art 的芯片，所以他直接就供应用面，用 real time 做 inferencing。小语言模型让 physical AI 尽快落地 monetization，
以后只要等这个 NVIDIA 清库存就好哈。反正买2年前的商品 OK 的，然后用数学算力去补这个芯片运算的一个限制哈。那再来就是说，反正中国只要多养一些猪，吃美国大豆就可以搞定这个贸易协定。然后再来再多卖一点美国的土，中国的土给美国公司用也可以。那关税50%就是上限哈，超过就无感了。所以说，即使加50%关税，中国大陆的制造成本还是比美国低。所以未来的重点应该是在 Fed 新的 Chairman 5月就任以后，他会开始缩表。所以中国大陆在买美国的这个债，就相对来说比较重要。所以说比较 make sense 的是说，美国会发给中国大陆一个1 trillion 的超长期的国债。然后呢，中国大陆该谈的是说，把这个国债反手，再去把它 swap 给美国的机构，用人民币再反手，一次把华尔街的 interest 跟这个华盛顿 interest 搞定，等于就是建立一个货币互换的一个制度。OK， 所以如果跟这个2025相较起来的话，2026可能比2025要稍微和缓一些。不过在科技上的竞争架构是不变的，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哈。那最近也听到了这个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呢，他就突然表示说，美国在开源人工智慧的研发进度上已经明显落后给中国大陆。英特尔呢正在加速布局 GPU 啊，就是图形处理器的相关业务。陈立武是在出席旧金山这个Cisco 的 AI 峰会上面呢，接受路透社的访问时呢，他说了这样的话。他也说呢 ，Intel 计划自行研发 GPU， 锁定的是资料中心市场，要正面迎战由辉达长期主导的领域。另外，他也表示呢，对于大陆的华为啊，最近传出说已经网罗了大约有100名顶尖的晶片设计师，这样的消息他感到非常震惊啊！尤其是目前呢，在美国对中方取得晶片产业关键的软体跟工具设下重重的限制障碍的这个背景之下，现在还有这么多的这些软体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更显示出中方呢在科技研发的能量是不容小觑的，不能忽视。好，那陈立武或者说现在 Intel 其实被赋予重任，因为常常讲说他是美国的代表，尤其是科技产业的代表，有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助。那黄老师怎么看？就是现在呢，Intel 也被认为说要复兴这个美国未来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啊，它这个其实压力也蛮大的。陈立武最近的说法，一下子说要追赶黄仁勋，一下子又赞扬说华为有很多的这个软体开发人才哈，不可以忽视他们哈。你觉得他在对内跟对外未来 Intel 的这个布局的战略会是如何？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对话，就是当今陈立武先生说出我们要迎战 NVIDIA，然后华为有很多的表现，在2个层面上是这样。第一个是我把 NVIDIA 捧得很高，对你 CUDA NVIDIA System 很厉害，但是我不要让你垄断市场，我要让美国政府去注意到说，今天市场逐渐在被辉达主导。他怕资源集中到辉达去，他是要让政府去驱动反垄断这件事情。我要让市场的 AI 的先锋全部被垄断，所以请给我更多钱。然后他第2步下得更漂亮了。他把整个上升到 AI 的一个国安问题，连华为都可以网罗到这么多顶尖的科学家了，请给我更多钱，我要网罗更多顶尖的科学家。他其实在2个层面上去对他，也不能说竞争对手，就是在这个市场上2个不同的族群去拆解出他自己的定位。那我觉得他在锁定资料中心市场上 ，Intel 有一个很巨大的优势是，它是现在还留有的几个 IDM 厂里面相对来说规模相对比较大，是，那也意味着 Intel 它有非常快速的垂直整合能力，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去拜托台积电给我产能，而是我自己就有办法去生产我需要的东西。Intel 它要卖产品，它不见得要像 NVIDIA 去offer 一个非常大的 ecosystem， 我从很尖端的 AI 到 Edge Computing 我都可以做，全部卖给你。它只要锁定某些特定的客户，金字塔最尖端的。请你赶快给我，我要非常客制化的高端晶片。这个其实它在下一步这样去走，就可以在市场上走出一个比较大的区隔度，对，才会有资金做接下来的高科技发展。所以从它的竞合战略啊，因为不只是竞争，它既竞争又合作，特别是在跟辉达或者这些其他的高科技的大厂在竞争之下，它也必须要找到一个像你刚刚讲说，不管在人也好，钱也好，绝对不能让其他的我们讲同业的对手专美于前，是这样。是，就比方说
我跟 Intel 在 NVIDIA 好，我们现在如果对中我们可能站在同一阵线，那我们就试着把中吃不到的市场，我们一起把它吃下来。你不要全吃，因为你全吃你会浪费太多资源，大家各分一块。那当他跟别的公司又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竞合关系存在。对，我觉得 Intel 现在就是站着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 IDM 系统，来巩固它自己的地位。了解。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来聊的是2026是 AI 迸发的一年，目前预估是如此啊。但是这个 AI 的相关技术的突破跟高阶制成的晶片研发跟制造有关。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来看的是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他到了日本啊，在5号这一天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同时呢，也发布了新闻稿指出。魏哲嘉跟高市早苗在见面的时候说，因应人工智慧就是 AI 所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正在评估规划，目前在熊本新建的第2座晶圆厂将会直供3奈米，要改采3奈米制程的技术来生产。高市早苗则表示，日本政府将会提供支援，希望进一步加强双赢的合作关系。也表示呢，日本政府会致力推动跟危机管理还有经济成长有关的投资，并且强调 AI 跟半导体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项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到了熊本厂啊，这是台湾的数位时代这个媒体呢，他们所整理的这个关键时间轴啊。一厂的部分是在2022年的4月正式动土，然后呢，在2024年的12月已经量产了，是一厂的部分。那我们提到的2厂呢，现在要直供3奈米的2厂啊，原本它是可以说是经过了一些波折。2025年的 Q1 第一季呢，预定是要动工，但是因为交通问题延后。然后呢，在2025年的10月，魏哲嘉宣布2厂动土正式签约，结果在2025年12月一度停工。那最新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要直供3奈米。我请教一下黄老师啊，因为熊本第一工厂现在已经正式量产了，然后呢，他们采用的是22、28奈米的制程技术哈。第二建厂现在刚刚讲说，有稍微受到影响，稍微延宕。那现在先请教的就是说，您怎么看到熊本一厂现在的生产体制已经算是进到了一个稳定量产的一个阶段了吗？这样讲好了，当他会决定要建立2厂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对台积电有限的了解，我可以这样去说，台积电是一家以代工为体制的一家公司，它今天走到这个程度是，它在每一个成本控管上、良率控管上，它都精算的步步为营，它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口上，要精算。对，我不会让任何人来欺负我，我今天要做这个决策，我背负的是多少人的家庭。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已经具备了非常稳定的生产体制。那这个时候问题肯定呢，为什么突然又变来变去？怎么又说突然原本要再建一个2厂继续生产，然后怎么又突然要跳到说高市早苗建完做3奈米？对，这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刚刚王老师也讲，过一阵子我再去买2年前的产品就好，3年前的产品就好。从真的开始去说要建厂到现在，其实时隔也2-3年了。2、3年下来，其实整个市场上的需求，然后是各地扩增的状况都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在战略考量上，如果迁到3奈米制程的话，刚好搭配 Arizona 那边的配合，那这个可以把3奈米制程再多国化，去做一个布局。那这样多局化，那这个后面再说，因为如果布到多个地方，到底对台湾本身有没有影响？对，是另外一个后。所以是分散风险的考量呢，还是说，可是一旦分散以后，会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说直供3奈米，熊本2厂未来的目标是直供3奈米，可是，在技术上面、制造上会有哪些挑战需要克服？我觉得技术上最需要挑战克服的，应该不是技术，而是政治上要怎么挑战克服。政治上面的，可是到底我美国同不同意？因为美国一直最想要的是台积电最先进的技术嘛，最先进的制程嘛。那我同不同意让你在日本去做这件事情？因为3奈米已经放到 Arizona 了。他们会这样想。但对台湾来说，我们还有18A 啊。
还有高雄新厂。所以为什么今天3奈米会放出去？3奈米大家听起来还很新，但是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聊了2、3年、3、4年。时间在走，台积的技术也一直制程也一直在往前进步，往前的 turn。所以我倒觉得在战略上，台湾还是会巩固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技术，但是势必有一些技术外放出去，对于整个供应链上是比较完整的。OK， 所以对台积电来说，它会是一个权宜之计呢，还是就是在背后除了专业的商业考量以外，就像你讲的，这是一个政治决定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魏哲家跟高市早苗见面之后，就宣布了说，台积电呢预计在9号是星期一呢要跟就是在熊本这边呢要举行董事会。那翻开数据来看一下哈，画面上面我们也看到，台积电2025年第4季3奈米的营收比重是达到28%，仅次于5奈米的35%。那现在3奈米主要是在南科厂量产。除了我们提到的熊本厂以外呢，2027年下半年美国 Arizona 厂也将会导入3奈米制程。现在熊本2厂，我记得我看到资料上面是讲说，也是预计是在2027年会开始量产。可是安雅老师，你觉得为什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原因背后的考量，除了专业的，就是分散风险也好，可是呢，分散风险也有它的问题，怎么看这个问题？延续刚刚黄老师讲的哈，日本蛮惨的哈，又没有 AI， 也没有半导体的制造哈。那日本需要台积电盖厂，当然日本盖厂的人也不够，所以它 delay 嘛哈。但等台积电要盖厂，6奈米是没什么价值，所以当然走3奈米。等到那个3奈米厂好的时候，台积电已经到18A 了嘛哈。但是这个台积电必须要很小心哦，不要在这个 geopolitics 里面自我感觉良好。台积电的核心是有1万个工程师在新竹哦，地震后这个园区会堵车的一个工作文化。现在台积电到全世界用3到4倍。相对于台湾工程师的薪水去创造更贵的、更高成本的厂，那台湾永远是台积电成本最低的地方。出国别人出钱当然好，一本万利；出海自己出钱当然不划算。所以这个 Pandora's Box 已经打开了，台积电要非常小心，步步为营。OK， 3奈米的这个在熊本2厂这是量产，但日本一定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一次的技术就可以从原本刚刚提到22、26奈米的一次直接攻到3奈米啊，对于日本的晶片技术的突破来讲也是一个帮助。但是刚才也请教了黄老师了，那安老师，你觉得就是除了商业考量以外，背后一定是掺杂了很多的地缘政治的考量，对吧？第一个，当然全世界都不想让台湾有这么大一个比例在先进制程，所以日本、美国都在分一杯羹。台积电真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做重复投资。对，台湾永远是最适合制造foundry的地方。可是，在不划算、不经济的地方，美国、日本甚至在欧洲建重复的产能。AI， 台积电讲说，客户的客户，他觉得很安全。可是客户的客户的客户是消费者，消费者 AI 在取代他的工作，他哪有钱会去用 AI 的东西？然后 AI 的使用量哪有这么多使用量 ？Ultimately， 就当人没有工作、没有钱的时候，如何让 AI 去做消费？所以这个才是最终，当你重复投资以后 ，supply demand 不 balance 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危机。而且其实刚才黄老师也点到哈，就是说这到底是分散风险还是增加风险？是。关键在于是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你从谁的角度去看呢？大师，我请教你啊，因为在野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他就对此提出警告，他说他认为这样会降低细盾保护台湾的效果，就是3奈米现在到美国，然后现在又在熊本2厂，那也要生产。那么高阶制程晶片的主要供应如果离开台湾的话，对台湾来说，我方的战略价值一定会降低。但民进党的立委呢，陈冠廷则认为这代表台湾半导体的影响力是向外辐射，而且把盟友利益深度绑定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是值得称赞的哈。好，所以呢，从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角度来看，我刚刚特别提到说，就看我们从谁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分别从美国、台湾、日本这个角度怎么去看，到底是分散风险还是增加风险？因为台积电要把它的生产地点分散，不是台积电公司自己的本意啊，也不是在台湾任何政治团体的本意，也不是任何台湾人民的本意，这个本意是美国人的本意，所以是完全照美国人的
这个指示办事啊。那日本也只是说它受惠，因为指示它分散地方本来就包括美国、日本还有欧洲。那这个是一个战略考量，不是经济考量。那战略考量就是说，基本上因为两岸关系的缘故啊，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劲，那台湾很可能啊会在这个某一个时间啊被中国大陆控制。在这个假设之下，就认为最重要的这个晶片产能啊，高端晶片产能啊，不能够放在台湾。所以台湾以外的话，日本就变成另外一个 Plan B。对啊，日本是渔翁得利啦，对。那就是说，欧洲现在还在看嘛，所以这整个都不是台湾，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说要把台积电的产能分出去的，到现在也没有人。那很奇怪的，被分出去，居然有人说是好事，那我也不晓得，那是不是一个盾？我有另外的看法，我不考虑。不过基本上，你若要假设有这个盾的话，那当然是所有东西在你手上，你才有人家才会觉得你重要啊。你的宝贝都分给别人，这边分这边1/3，那边1/3出去的话，你还有什么盾的价值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可是你硬要说这是对台湾有利，那我只能说，本来要在台湾设厂的很多地方，台积电的厂啊，那个地方那个房地产啊就不会涨了。那或者是已经先提前涨的，现在那些手上有房地产，那就只好认赔了嘛。OK，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最后想请教这个黄老师啊。其实讲到说，所谓的技术到美国也好，到日本也好，就是从原先的成熟制程到现在的高阶的制程啊，所谓的20几奈米到3奈米啊，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是人才分散的问题。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因应方案吗？目前其实各国都跟台湾在寻求合作了，就是如何把他们的有点像当年的新马部队一样，把国外的人才送到台湾，我们就俗称叫台积补习班。那这个就是机器的帮，其实某种程度上，只要这个高阶晶片产业链一断，这个影响是全世界，这影响是全世界，但没有人可以。到现在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说，我送来台湾受训，台湾没事，所以我只好把人送过来之后，我可以把它撤离掉，至少我把一些学习到哪怕是台积电的精神，或者学习到台积电一些规划的方式，至少到其他地方可以重新再起来。可是原本在台湾的这些专门负责高阶制程的人才，那现在有一部分移到美国，有一部分未来也有可能移到熊本，原本在台湾的这些高阶人才不就被稀释，而且是分散了吗？没关系啊，反正只要有人在就好了，只要有人在，专家系统在，还是会有新的人不断的补进来。那他们现在就是，我不只要台湾人会，我要世界各国的人都会一些。但因为没有人敢确保，敢说我就是保护台湾。对，就是说这么做以后对台湾来讲是好还是不好，现在没有人敢说得准。我觉得2位立委讲的都没有错，但是也不能说谁都对。这个有点模糊的一个答案，因为我们确实建立了影响力，但事实就是还是没有人说，因为半导体的关系，我就护着你不会出事。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半导体产业链，还有很多的产业链。但台湾是没有得选择，台湾没有过太多的自然矿产，没有太多的物产，我们能选择，而且至今做的最好的就是在半导体的晶圆制程的产业链上。发挥得非常的好，所以现在台湾就是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面，你要做很多的决策，你都必须考虑它的 pros and cons。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世界虽然大，但是中美两强的竞争是无止无息的。那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半导体科技也好，还有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稀土，这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宣布要启动代号叫做金库计划 （Project Vault） 这个战略部署。他说，预计美国要投入高达120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3792亿左右，要建立关键矿产的国家级储备。
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呢，还有包括通用汽车的执行长，以及呢艾芬豪矿业的创办人哦，他们都出席了这场发布会。而这个金库就是这个 Project Vault 呢，它本身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只会收取微薄的管理费用、营运费用。那储备大约有60天用量的关键原物料，采购的标的呢，则是锁定稀土、还有铜、锂跟钴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那其中呢，也看到了稀土产业新闻网啊，稀土交易所他们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于美国来讲，其实是一个提醒，而且是一个警钟啊，因为很不乐观。报告指出呢，美国恐怕要到2040年才能够建立自身完整的稀土供应链。所以提到了能源，其实川普也非常的谨慎，他也认为这个能源是美国的命脉。可是他现在透过这个金库计划要主导。未来希望在稀土上面能够更多的主导权，甚至包括定价权哦。他的计划能够成功吗？大使怎么看？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哈，它这个本来的定位啊，它就是政府是不参与各种实际的这些产业的经营，它甚至没有工业计划、工业政策，它是完全让市场来决定。所以就变成美国的军火工业也没有什么国营的企业，美国就是一个国家基本上不太参与、不太资本主义就是市场决定，就是市场决定的。那现在川普是比较打破这种政治传统吧，也没有说不行嘛。那美国的政府事实上他已经插手到美国的这些产业里面去了，那而且是自己直接设立机构来插手啊。这个我觉得跟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创新吧。那可能跟川普本身他是商人出身啊，他会觉得政府做很多事都没有效率，或者政府有很多权力都没有用对，所以他要插手。那这个就变成我觉得到最后他很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就变成说在真正的商业经营里面，你政府要插手的话，像我们台湾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图利的问题。你为什么？你这个叫 cherry picking， 你为什么要挑它？你不挑它？对，你这个政府拿到的钱是要劫富济贫的，你是要做社会福利的。你怎么会把你手上抓的钱去已经获利无数的公司，像 Intel 这种公司，指定合作对象，随便就给他几十亿美金，对，上百亿美金，这种公司赚钱的时候，我把钱交给你吗？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我是学政治，我是从社会正义，就美国的政治文化来讲，我觉得他做这件事蛮危险。而且美国没有这个传统。这里面因为美国的政治，它的所谓的政策决策后面有很多的利益团体的游说，到最后利益团体之间，那也会产生很大的利益冲突。只是川普目前这些做法，我觉得是突然让美国社会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做这些事情。而且他这些所谓设立的机构不管如何，他找这些做他里面的重要的决策单位的人都是重大的利益团体的代表人物。那这个东西跟美国的政治传统又有关系，会不会成功我不知道。那事实上的话，你比如说要做稀土的问题的话，中国大陆今天在稀土在重要矿产上，它不是这3-5年的问题，这是几十年的努力。对，所以那个报告才讲说到2040年，这是几十年的努力。你今天你掌握了矿源也好，矿源本来就不是中国大陆垄断的，越南有很多，马来西亚有很多，中南美有很多矿源，你都可以找到。对，可是美国的政府，我觉得他们这种就变成这种民主政治这种习性他不太讲实话。那你掌握矿又怎么样呢？对。矿的问题后面还有一个精炼的问题精炼的问题你还牵涉到你的很多社会法规，因为它高度污染。对，你美国能做吗？你放在哪里？你放 Colorado 州政府会同意吗？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问题。可是问题，美国的政治人物常常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后，然后描绘出来一个很漂亮的 picture。反正能不能实现？4年以后他也不在那个地方了。对，就是美国现在把所有的制度上的弱点都把它扩大到实务里面的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讨论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你今天出席了什么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计划，你要搞什么这个政府要参与到实业的实际的运作里面我基本上我都不会很乐观。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但是起码要点出了就是未来有没有可能弊病丛生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
利益勾结的问题。那刚长久了，对，就是没有办法 not sustainable。因为他现在就是拿了一个 MAGA 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出来，很个人化，很短视。是，而且刚刚提到了矿源的部分啊，现在日本也在找矿源啊。我们要提到就是说呢，这个稀土真的在大作战的这个竞争之下呢，日本最近也宣布，就是由他们的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啊，他在先前其实已经表示说呢，日本的钻探船叫地球号，成功的从南鸟岛的外海啊这个深海海底采集到了含有大量稀土的粘土状沉积物。而另一方面，在美国这边也看到了美国副总统 Vance， 他正式宣布一个国际联盟计划，说要建立一个优惠贸易集团，通过灵活的关税为关键性原材料的各个生产阶段来设定参考价格，目的就是要抗衡中国大陆在关键原材料方面的地位。那现在包括了韩国、印度、日本、澳洲，还有民主刚果等等55个国家都出席了在华盛顿的这一次会议。中方呢，在1月份是先成立了一个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稀土价格的指数呢，正式在官方网站还有新华财经这些专业的终端同步上线，其中涵盖了蓝市，然后普这些主流的稀土产品，那跨足定价基准话语权。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是中美双方现在在稀土的这个议题上面，都希望能够掌握更大的主导权。那所以安雅老师，我问一下，这个稀土的国际交易价格，在目前来说，多半都是由谁来决定？哈，这个买方卖方的交易是公平的吗？您觉得？延续刚才介大使讲的哈，这个稀土的生意经就是鸦片生意经的倒反。稀土是对本国不好，因为你要破坏生态，但对他国是有利，你可以创新产品。鸦片是倒过来啊，它是对本国好，反而是农产品没差，但对他国不好会降低生产力。所以稀土将来在美国会奇货可居哈，价钱会很高。可是中国大陆反而该做的事情是用低价去控量，让这个投资报酬率非常的低，根本不符合他国的利益去做，因为它需要大量补贴破坏生态，而其他国家如果他做了也达不到规模，它成本会到太高，永远没办法跟中国大陆竞争。所以我们讲说，如果美中两强都想要抢这个稀土的定价权的话，它会像是因为美国自己有石油啊，所以它就会有这个议价权。那稀土的话，未来的发展它也会像是石油的这个发展的路径一样，就是说走向这个集团化的发展嘛。就是程序刚才您问的跟介大使刚才讲的，就是说世界各个国家因为把国安的帽子戴上去以后，它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可是它必须要花10几20年才能建立它所需要的产能。而中国大陆该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毒品的模式，你就是用价跟量去控制这个市场，可是你不要用高价，你用低价。低价的话，别人都根本做不了，就像是他做根本没有商业利益，他干嘛做这个事情？何必破坏自己的生态等等？可是你有这个产品，谁乖谁听话你就给谁。这是最符合中国大陆国家利益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有太多其他东西可以做交换，不差这一件东西。OK， 那所以在都想抢夺定价权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或者是未来如果真的发展成像这样的态势的话，黄老师觉得这个原料端的库存跟调控会怎么样的受到影响？这个话题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他推出了这个稀土交易所之后，变成会出现几个很明确的现象，就是说，他今天他一定会就跟做期货一样了，我出了一个预期的价格，那这个时候。就算日本找到新的矿产又怎么样？哪怕日本有精炼技术又怎么样？我会开始评估我投资的成本到底回不回得来。那关键是那个 cost。没错啊，这就像我们之前又在讲说，到底美国要不要卡住不让高阶晶片进到中国的问题一样。我今天就用价格去麻痹你，让你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那这样他可能就到2040年以后才能建立起完整的自身供应链。但如果他今天达到国际结盟，我就是硬跟你搞下去，我也先不搞什么60天储备用量，那他有可能可以把他的稀土供应链提前的去完成它。但这个要看美国政府或者是整个美国的盟军他们有多大的信心跟愿意花多大力气，一口气把它拼到底。因为记得上次我们有估算过说，从日本发现，即便日本这边矿藏量很多，加上他们本身技术，你从建立起海外的采集。到整个可以精炼大概也要8到10年最少，那其实这样一加也快2040年。对，其实一加也快2040，他这个估算是相当还蛮准确的，蛮准确的。对。那如果他把钱
全部都加下去，加速这个进程，有可能可以提前一些，但能提前多少不知道。所以中国现在反而用这个交易所，我就赚你的交易差，我还去让你想做又不敢做。那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也有先行者的优势，而且已经领先了这么多年了。是。但是这些是付上了非常大的代价，像刚刚大使讲的，就是你必须牺牲掉很多的环境的这些保护啊，或者是环境资产。可是呢，他就享有了先行者的优势，而且在2040年以前，您认为美方想要主导这样的一个稀土市场是办不到的，所以他赶快要储备嘛。他对现在，而且你注意到他锁定的大部分都是能源相关产业的，对，因为他们现在一直还是在冲能源相关产业，他不能让它供应链一天断掉。就一旦发生任何的资源抢夺或战争的时候，谁掌握最多的能源，谁还是最有话语权的。不过这个也跟科技一样，就是当你达到了2040年你的目标以后，可是中方也同样的在这几年之间，他也做好了更多相关因应的准备。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跟金融货币相关的重要议题啊，也是美国财长 Bessent 呢5号在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他正面杠上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Bessent 痛批呢说，产业中存在了一个虚无主义集团，这些人宁可看到国会完全不通过监管，也不愿意接受他所认为的健全监督。那双方呢会这样子争执啊，这个争议焦点就在于说稳定币的被动收益这个部分要怎么看呢？因为参议院呢倾向禁止发行稳定币的这一方呢，只因为说用户因为持有了稳定币，比如说是像 USDT 啊或者 USDC， 然后呢就支付给他们被动收益。再一个行话呢，就是说躺平升息，你躺平了，自动就会有被动收益进来你的账户里面。那当然也希望说那个加强这个银行业的地位啊，防止稳定币成为非银行发行的影子金融商品。好，那银行业的游说团体当然也非常的强烈反对开放稳定币所提供的固定收益，而且指控 Coinbase 涉及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回到稳定币这个主角上面，特别是讲稳定币造成的被动收益，也就是躺平升息这个部分呢，我们先怎么看？那个稳定币是跟 US Treasury 连结嘛，所以它会有被动收益。那有被动收益本来就应该分享给这个拥有者嘛，哈。然后它又会再以稳定币的形式发放，等于又形成了 US Treasury 的下一个固定买盘，所以对 US Treasury 是个好事。那传统银行反对是因为怕银行的存款流向稳定币，所以传统银行呢要求稳定币商呢你要去拿一个银行的牌照。那这个交易所呢，他们是愿意被这 CFTC 的一个监管，可他并不愿意被 Fed 做高监管，因为银行是杠杆经营，它是有 run on the bank 的 risk，而交易所是买空卖空，它并没有杠杆，它并不需要像一个银行要有这个 license。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被解决哦。第一个，稳定币就这些交易所可以把稳定币放在社区银行，让这些小的银行它有一个 interest， 也有 bargaining power against 这些大银行。第二，稳定币它发这个被动息，只要不要超过所有美国银行最高存款利率的上限就好了。所以，我们讲到银行，其实像在台湾也是啊，就是一般金融会去做银行也好，金控也好，其实它是特许行业，也就是少数人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业的。那现在银行在美国这边的传统银行业者，他们会这么大的反弹？刚才安雅老师也提到，就是他们。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利益被瓜分了。原先这个有用户，他们有实体的传统货币的，跟现在有稳定币的，他都可以孳息。可是变成是说，原本的那个利息，以前是从传统银行拿到，现在从稳定币拿到，当然就吃掉了传统银行这部分的。你觉得这件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因为现在游说团体也在不断去拉比国会的议员，这件事情最后的解方？
当然站在这些所谓的 Coinbase，他是希望有法规出来，就像之前的那个天才法案一样他也希望被纳入监管。他监管，但他需要低监管 ，OK， 用 CFTC 这个期货商的监管的模式，而不是像银行的监管模式。这个核心还是回到银行是个高杠杆，银行等于是合法的，可以创造货币出来。今天我们只要拿一个房子到银行，银行就可以创造货币出来。所以银行跟交易商有点不太一样，交易商是今天他买稳定币，他把这个钱理论上来说是要把它去买 US Treasury， 可是 CFDC 跟 CFDT 是不一样，而且 USDC 跟 USDT 是不一样。Tether 它只有2/3左右的是去买 US Treasury， 另外有1%，你根本不知道他去买私人飞机还是买什么东西。对。可是在美国被监管的这个，他必须要去买 US Treasury，所以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是的，他想被监管，可是他觉得我不需要像银行一样，因为银行是杠杆经营。你今天大家突然想去银行提钱的时候，银行没那么多钞票，可以留在那边。可 USDC 它随时它是1比1的在做这个置换。对，而且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稳定币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美国的稳定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计划，就是要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哈，包括说用稳定币将来可以买很多的美债啊。那同样的，中方其实也希望能够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的地位哈。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最近在他们的这个中共党刊《求是》当中就强调一件事情啊，他特别点出了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金融强国？就是呢，一个拥有强大货币，而这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贸易、投资跟外汇市场中可以被广泛使用，而且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政策性部分的，这样子是未来中国大陆的这个目标。那对照刚刚讲说，美国财政部最近他们也在报告当中指出呢，说人民币被大幅的低估也呼吁中方要让汇率走强。然后中方立刻就抛出这个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构想，所以大使怎么看人民币长线的动态？当然就是说，现在对人民币，我觉得它在策略上先变成重要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对它比较有利。因为事实上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变成一个普遍的这个贸易的工具的话，现在这个人民币还不具备那个条件。而且事实上，人民币事实上从国家安全角度上，我觉得始终有一个考量，就是说它的境外人民币的数量它也不希望很快的增长，让外国的政府掌握很多这个人民币我想这个各方面的考量。不过人民币我觉得就是说走上国际化是一定要走的，它基本上一步一步这样走，所以这是不是提出来这个说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我觉得这是他目前希望的达到未来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啦。因为人民币事实上相较于美金，相较于其他的这些储备货币来讲的话，那它现在比较符合一个条件，就是说它虽然短中期它会有一些波动，可是呢波动的幅度并不大，而它长期的趋势只要是一个缓升的一个趋势的话。那基本上，它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货币市场上，很多的央行里面，它就会比较会中意人民币。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也在缓慢的推进这种所谓本币交易那这种本币交易基本上还是属于这种大宗的国家在采购的物资方面做本币交易。那不过人民币最大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它的流通性还不够。那这也不是中国大陆它很快它就可以完全管制它这个人民币的做这个管制的行为，因为到底的社会结构还有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面临的国际挑战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希望把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的这个国际货币，可是我觉得它是很有步骤的。对，那现在可以很看出来，就变成就是说大陆主动抛出来，希望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这个地位我想这是它目前现阶段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而且汇率其实跟关税也有一些关系黄老师你怎么看？就是特别是全球关税马上到4月就等于是满1周年了，那所以汇率的调控，尤其是在人民币这边的考量它会怎么样去影响？包括像美元也是怎么样去影响接下来这个国际金融贸易的体系？我觉得它虽然慢慢的被定义成所谓的具有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然后我感觉接下来它还是很难单靠他们一国之力去影响整个全球因为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市场，它主要还是靠它自己
就把他自己的所有的产业链整个内需大偏向产业。所以之后它的汇率怎么变动，其实它在短期内，我想变化应该是不会太过的巨大。OK， 因为我们川普哥又走了什么奇怪的路子？川普最近对不管是汇率，特别是对利率都很有意见啊。就是他最近讲说，他要马上他应该最希望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希望赶快让美国的法律，他在操控利率。操控利率，而且他希望赶快让鲍尔下台啊。那所以接下来呢，也要看的是说呢，他最近不是提名了前联准会的理事，就是 Walsh 了，然后呢，成为下一届的联准会主席。那市场的反应很特别哈，因为像市场反映出像是美元走强、美元指数上扬，还有黄金、白银这些避险性的资产价格一度回档。长天期的美债殖利率也上升啊，造成股市的回档。那《金融时报》的评论就指出说呢，这个撇开 Walsh 的动机不谈，这位未来的联准会新主席呢，他的货币政策处方很简单，就是呢要提高经济成长率，然后呢压低通膨率，那必须要调整利率，缩减这个刚刚安雅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好，所以你怎么看啊？他将来有哪些政策选项可以考虑？这Walsh很重要哈，他会回到1951年Fed 跟 Treasury 合作的方式。